法国阵风入乌，重创俄罗斯。自食俄国，朝鲜被俄军打光炮弹库存，俄罗斯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战争？米格29出击，打烂俄军补给生命线。瑞典重启哥特兰岛，决战俄罗斯。美海军陆战队开启联合军演，距委内瑞拉10公里反击委内瑞拉。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瑞典应时入乌已成定局，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泽连斯基欧洲之旅开启，法国阵风战机也即将入乌，而且数量可能达上百架。从上百架鹰狮到上百架阵风，真应了那句老话：俄罗斯硬生生打出了一个军事强国。乌克兰空军基地的仓库当前状态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塞不下了。除了之前瑞典150架鹰狮战斗机正在赶过来，法国阵风战斗机也已开启入乌流程。实话实说，法国向乌克兰援助战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之前泽连斯基就曾剧透，他表示自己正在与瑞典、美国、法国同时进行3场关于战机的讨论。随后指出，已确定向3位老哥购买3款战斗机。瑞典的鹰狮和美国的 F-16无需多言，大家的疑惑都停留在法国身上，马克龙到底是给幻象还是阵风？直到11月16日，泽连斯基正式开启欧洲之旅，答案才浮出水面。根据法新社报道，开启欧洲之旅的第2天，泽连斯基就顺利抵达巴黎。他在晨间讲话中直言，这次来只为一件事，那就是和法国签署一项历史性条约，来加强对乌克兰领空的保护能力。只不过出于保密原因，他并未透露这项条约的具体内容。但接下来泽连斯基的动作几乎挑明，该条约就是关于阵风的采购案。只见马克龙与泽连斯基将第一个会面地点选在了巴黎郊区的维拉库布莱空军基地，两人一同听取了关于阵风战斗机的简报。这画面在火力军看来就相当于另类的世界名画。当然，面对阵风这个商品，泽连斯基或者说是乌克兰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除此之外，马克龙还与泽连斯基讨论了其他合作内容。如据法国总统府披露，两人将出席一场关于无人机联合生产的会议。因为乌克兰官方曾表示，乌军计划今年生产超450万架无人机，用于对抗俄军推进，而这场会议估计就是奔着这项计划来的。与此同时，两人还将访问由法国与英国主导筹备的多国部队总部，该总部旨在未来停火后第一时间前往乌克兰，防止俄军撕毁条约再度入侵。总之，泽连斯基的法国之旅收获颇丰，从战机到无人机甚至防空导弹，几乎获得法国作战力量的全方位服务。当阵风这款全世界最好的4代半战机之一飞入乌克兰，毫无疑问，俄罗斯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创。至于乌克兰具体能够接收多少架，法国何时交付，视频前的各位可以拭目以待。在乌克兰获得盟友援助的同时，战场另一头的俄罗斯却开始面临一个尴尬的情况，他的盟友朝鲜突然将对俄炮弹供应砍掉一大半。难道朝鲜幡然醒悟，决定与俄罗斯决裂了？这对伟大的同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斯基比斯基的统计，朝鲜自2023年以来每年向俄提供650万枚炮弹，但今年的供应量却跌了1半以上。如9月份，俄罗斯未收到任何朝鲜交付记录，10月份也只有少量哑弹交付，这迫使俄军不得不先将这批炮弹送到工厂修复，然后才能投入战场使用。只不过经历战火的俄罗斯工厂自身修复水平也不达标，致使战场出现了十分滑稽的场景。即俄军炮兵将千辛万苦修好的炮弹投掷到乌军阵地，结果依旧是哑弹，转头就被乌军当废铁卖掉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朝鲜砍掉了对俄罗斯的炮弹供应？难道朝鲜要抛弃俄罗斯了吗？据乌克兰通讯社 ABC 报道，这里面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原因很简单，就是朝鲜炮弹库被俄罗斯打空了，朝鲜只好延迟交付，甚至硬着头皮交付残次品。去年乌克兰打进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时，原本事不关己的朝鲜立马跑过来表忠心，平壤大手一挥，派出数千名朝鲜士兵介入俄乌战争，还豪迈地表示要给俄罗斯提供数百万枚炮弹，减轻其部队军事压力。种种举动除了想要换取俄罗斯的先进技术，更想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但目前看来，只能说朝鲜的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朝鲜万万没想到，俄罗斯居然把100万炮弹的豪言当真，把炮弹当成玻璃球成批成批的丢，结果现在库存都用光了，还没有获得最终胜利。这让朝鲜一下子就尬住了，太阳怎么能食言呢？大话已经放出去，说好每年向俄罗斯供应炮弹，那就绝对不能停下来。加上贸然停止供应，只怕之前表忠心的行为将付诸东流。于是就出现了开头朝鲜大规模提供以次充好哑弹，俄罗斯反攻的场景。至于这种情况会维持到什么时候，火力军只能说祝俄罗斯好运，别在自己人手上爆炸。
与此同时，或许是知道盟友的炮弹供应已经跟不上自己挥霍的速度，俄军决定改变自己的攻势，由机械化突击行动恢复成3人1组的渗透，再次向红军村发起人海战术。俄军对红军村的进攻痴迷于渗透打法，说白了就是将士兵强塞进城中，然后采取分散作战，跟城外俄军里应外合。至于这种战术下能活下多少士兵，克里姆林宫完全不在乎。而且伴随红军村大雾来袭，俄军似乎看到了契机，还派出大量机械化部队向红军村发动突击。只不过战斗结果并未按俄军预期上演。为了应对俄军的新攻势，乌克兰同样采取了新的打法。如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克兰第7军对连接谢利多维至红军村的公路展开轰炸，而这条公路属于俄军补给的生命线。红军村俄军各种后勤物资几乎都要从这里经过。从乌军行动不难看出，乌军的破局思路侧重于打击俄军后方和后勤通道，以此缓解红军村前线压力。当然，一条生命线的存亡还不足以左右俄军局势，那无数条呢？于是乌军各部分散出击，开始了打击俄军后勤线路的行动。如在红军村沿线的多布罗皮蒂亚突出部，乌克兰第132侦察营就成功摧毁了俄军的一支车队，车上的物资和武器被一把大火烧光。又或是红军村重镇米尔诺赫拉德的乌军，为了不让俄军拥有稳定的补给点，他们死守不退，与俄军展开巷战。即便一些乌克兰小队打光，也没让俄军完全占领该区域。目前该镇南部和中部已被俄军控制，但控制尚不稳定，乌军随时可以进入这些灰色地带重新夺回。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策应红军村战局，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军仍在不断出动米格29，对俄军关键后勤补给线给予致命一击。而上述这些行动只是乌军折断俄军补给行动的冰山一角。总的来说，乌军对俄军补给和后勤线的打击，让其进攻态势大打折扣。包括战争研究所在内的多家权威机构证实，乌克兰反制措施彻底打乱了俄军的渗透规则。当然，目前红军村战况仍然不容乐观。据战争研究所透露，俄军战术也在不断进步，其模仿乌军也开始不断派出无人机，对通往红军村和米尔诺赫拉德的乌军地面交通线进行火力控制，导致乌克兰救援和补给车辆无法靠近红军村10至15公里以内，不仅阻碍了乌军伤员撤离，还让驻守红军村的乌军难以得到补给。这也是泽连斯基为什么说出指挥官自行决定是否撤退的原因之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而火力军现在只希望乌军后续能及时调整撤离方针，将伤员尽快转移，让乌克兰守军得到该有的补给。至于对俄乌战场的看法，火力军从未改变。从红军村的僵持，再到补给线的多点开花，俄罗斯战争拖得越久，其经济负担就越重，而这或许会成为俄乌停战的契机。在大家看来，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让俄罗斯服软停战？火力军认为答案只有一个，达到俄罗斯没钱。而俄罗斯为了赚钱供应战争需求，其已彻底疯狂。还记得11月14日的那场突袭吗？乌军海王星导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该港基础设施、石油码头和多套防空系统齐齐升天。作为每天出口原油220万桶，占全球供应量2%的大港口，这次打击对俄罗斯能源经济堪称致命。而俄罗斯为了保经济，即便港口已经到了维修的临界点，甚至连大火都还没彻底熄灭，就又开始了复产，恢复港口运营。据综合报道称，在袭击发生2天后，新罗西斯克港就重新投入了运营，而且还是满负荷运转。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也证实称，目前已有2批油轮在港口泊位装载石油。对于俄罗斯这种亡羊补牢的作战，火力军嗤之以鼻。更何况，乌克兰打击俄经济的行动从来不会局限于单个港口的破坏。如据乌总参谋部称，乌军在最近行动中就再次摧毁了位于顿涅茨克州的一个无人机储存点和一个燃料润滑油泵站。至于乌军的下一个目标，火力军认为，凡是给俄军提供战场需求的工厂，都将成为乌军必定打击的目标。只有打痛俄罗斯，俄罗斯才会收手，才会停战。至少目前来看，乌军对俄罗斯后方的打击是极为正确的。想要俄军停战，很简单，掏光他的钱袋子。当俄罗斯再也无法拿出足够多的卢布，驱使本不情愿的士兵赶上战场，俄罗斯将不攻自破。而且在乌军打击俄罗斯经济的关键节点，美国又再度加码，送上了压死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据美国财政部声明称，美国政府确定延长对部分卢克石油公司交易的制裁豁免，由11月21日最后期限延长至12月13日。不过千万别认为特朗普这是心软，在给俄罗斯企业开绿灯，其实刚好相反，这是在下狠手。新美国安全中心一位研究员直言，财政部这份声明是为了方便更多国际潜在买家对该公司业务进行切割和购买，最终目的彻底剔除俄罗斯对该企业的控制权，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从急不可耐地开启刚被炸毁的港口，到石油巨头即将面临切割，俄罗斯经济正滑向破产深渊。而这也符合火力军的预估，
用经济危机绊倒这头充斥侵略的巨兽。而在这之外，俄罗斯还不得不面对来自波罗的海的军事危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位于波罗的海中心的哥特兰岛上，瑞典正在此处备战，重新武装岛屿前沿阵地，训练新一代军事人员，最终目标在此同俄罗斯进行决战。那么，为什么是哥特兰岛？早在冷战时期，该岛就是抵御苏联的第一道防线，岛上驻扎着约25000名士兵，被誉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随着苏联解体，哥特兰岛也就失去了战略价值。结果，俄罗斯不但继承了苏联的军事遗产，还继承其侵略野心，对乌克兰发动侵略的同时，不时将视线往西欧这里看。那瑞典只好重新武装该岛，狠戳窥视的眼睛。其次，据斯德哥尔摩21岁新兵梅尔克透露，一架俄罗斯轰炸机从加里宁格勒抵达哥特兰岛只需要15分钟。从战略角度看，15分钟跟15秒区别不大。瑞典必须保证自己随时拥有抵御俄军侵略的手段，因此还在该岛部署大量导弹发射阵地和远程雷达，以控制波罗的海地区的所有海空行动。除了重启战略重地，瑞典还不断增加国防预算。据瑞典相关媒体报道，过去10年，瑞典国防预算增长了整整2倍，预计到2026年之际，甚至还将达到约150亿美元。种种部署只有一个目的：当俄罗斯的侵略席卷而来时，哥特兰岛将像抵御苏联一样，将俄军挡在欧洲的大门外。那么各位认为，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时，瑞典是否能挡得住呢？而在世界另一头的加勒比海上，美伪冲突再起，美军已经确定在距离委内瑞拉仅10公里的岛屿上展开联合军演。随着福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委内瑞拉已经下马了，开始向俄罗斯请求援助。不过马杜罗不会想到，美军的行动远不止于此。首先，美陆军部长表示，所有部署在相邻海域的美军时刻保持待命状态，随时发兵委内瑞拉。为了这个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启动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联合军演，时间从11月16日一直持续到21日。为了简述方便，火力军在这里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简称为特多。特多与委内瑞拉隔帕利亚湾相望，海岸线间隔最近处仅约10公里，跟委内瑞拉家门口无异。而美军在人家家门口搞军演的模样，就相当于向美表态，美国能随时突进委内瑞拉本土。如果马杜罗不老实，相信这个随时将很快变成现在。面对美军在家门口的大动作，马杜罗倒沉得住气，他不敢跟美军抱怨，反而对着特多开喷。据委内瑞拉媒体透露，马杜罗怒了，老马表示，特多总理跟美军联合演习的决定，就是在出卖国家主权。他直言，特多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那就是为以后破坏加勒比地区的和平行动开了绿灯。这顶高帽子戴过来，就连火力军也不敢接。不过，特多总理卡姆拉比塞萨尔的回应却怼得马杜罗哑口无言。卡姆拉表示，与美军的行动可以加强特多现代化打击能力，提升特多国防军战备水平。话里话外表明，特多可以从美军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至于美军是否要经由特多向委内瑞拉展开行动，马杜罗就自求多福吧。除了委内瑞拉家门口的联合军演，美军的南方之矛行动依旧在继续。该行动11月13日开始，到现在已持续近6天，总计集结了约12000名士兵和10艘海军舰艇，部署规模为美国数10年之最。该行动的任务正如它的名字，将美军化作一柄长矛，插向南方的海域，乃至将所有带有不良目的的船只清除出去。当然，如果加勒比海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支长矛也很有可能抵达委内瑞拉的领土。目前来看，美委局势一触即发。不过，火力军认为，双方是否完全摊牌大打出手还有待观察。毕竟，特朗普11月17日还表示不反对跟马杜罗对话，这是表明还会给马杜罗机会。但后半句特朗普又说不排除美军进入委内瑞拉，因此现在就看马杜罗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怎样看待朝鲜自食恶果？您又认为俄罗斯将在何时，又是因为何种原因才会停止其侵略战争？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
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